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今天这只狗要去新家了啊，一只金色的边牧，金边啊。其实这只狗是赔给客户的啊，因为客户之前在我这边订了一只边牧，被我给养死了啊。那只狗我也发过视频啊，它也不是因为细小或者是犬瘟死的，就是感冒咳嗽，然后引起的肺炎。之前那只狗呢，在我家里面养了大概有10几天的时间。客户要求打完3针疫苗发了嘛。那只狗一开始就是感冒、流鼻涕，后来就是咳嗽。我反正每天都是给打针呀、吃药啊，一直都没有好转。反正，到最后有一天早上，我突然发现它不行了，就是奄奄一息的那种感觉了啊。我跟宠物医院联系好，打算送过去。然后走之前呢，我是本来想给它弄点葡萄糖，喂点葡萄糖给它续命的，没想到啊，那个葡萄糖给它喂下去的时候，呛到气管里面，直接一口气没上来就呛死了啊！当时我发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指责我说，既然你知道它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去给它灌葡萄糖？其实，给它灌葡萄糖的话是一种急救措施，这些都是经验啊，也是教训，只是我的方法没有使用正确。之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，给它就是说急救，给狗急救的话就是升温，然后补充电解质，补充葡萄糖，对吧？只是我当时比较着急，用注射器往它嘴里面打这个葡萄糖的时候，可能剂量有一点多啊，给它呛到气管里面了。很多时候啊，虽然你知道应该怎么去做，但是当真正实际操作的时候，由于经验不足或者是太着急了，很可能就是操作不当啊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养殖活体啊，包括狗啊，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。你到网上面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啊，或者是看一些书啊，请教别人啊，怎么样啊，你就能把它给养好的。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经验，需要你实际操作。你像我养了那么长时间的狗，经过我手里面的狗，我不说有上千条，也有大几百条吧，但是真的经验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。另外呢，很多时候是交学费啊，就像我这一次亏了大概3000多块钱，都是交学费学来的啊，并不是你去啊。很多人在网上面问我说啊，我们家狗不吃饭怎么办？我们家狗拉稀了怎么办？不是你说一句话2句话就能解决的啊。当我去用语言给你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跟你实际操作完全就是2个样子啊。后来给客户找的这只狗呢，总体来说很健康，中间呢，给它打了2针这个魏加5疫苗，然后呢，客户要求再给它打1针狂犬啊，就是说3针联苗加1针狂犬，一共4针疫苗，全部都给他打完了以后，才给他发了货啊。很多人他养过1只狗、2只狗啊，就觉得自己多么多么厉害，多么多么有经验啊，多么多么牛逼。其实并不是这样啊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养狗养了多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啊，各种各样的疾病都能碰到的。越是对这个行业存有敬畏之心啊，对于活体真的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在这个养狗的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从来不敢说我自己有多厉害、多牛逼、怎么样，都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跟人家去交流。因为当你真正的去接触了这个行业啊，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，这个养殖繁殖有多么的不容易。
所以呢，我一直就跟客户说，能多花点钱，在我这边打完3针疫苗，是吧？所有的风险我来承担啊。狗呢有抗体了，好养活了，给你发走，你到家里面呢也省心省力，狗呢也不会生病，对吧？当然有些人觉得我这边价格高了，去选择那种便宜的，没有打完疫苗的，甚至很小的那种狗，到家里面出现了问题啊，星期狗啊什么的，那种呢你也不要去说什么，因为毕竟啊1分钱1分货，这个风险总要有人来承担，我来承担，那么我就要赚钱，是吧？人家不赚你的钱，卖你便宜货，那风险你就自己来承担，是吧？人家也会给你讲清楚，我给你包多长时间，是吧？落地还是怎么样，